Q700C 它没有什么好挑的了，2万出头的价位，那它有 WiFi、有蓝牙、有重低音、后环绕的设计，我敢说这个价位带 Sony 的话，同样的 S2000 型再加重低音再加后环绕，价格就是比较贵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欢迎来到麦式音响的 YouTube Channel。那在之前呢，我们有帮大家开箱三星他们2023年最旗舰的 Q990C Soundbar。那今天呢，我们就来开箱他们家入门款的 Q700C Soundbar。那之前我们在讲到 Q990C 的时候，有讲说它整体的硬体规格跟去年的 Q990B 大致上是一样的。那只是说差异在于说他们的音色 ，Q990C 跟 Q990B 还是听起来有些不一样的差异。那在音色上，我们之前有讲到说，Q990B 它的人声比较锐利，那在 Q990C 上面，它的人声整体上面比较融入均衡整体的音乐里面。那但是这样的比较到入门款的 Q700C 还有 Q700B 的时候，我觉得它整个是倒过来的。就是去年的 Q700B， 我觉得它人声比较柔和，但今年的 Q700C， 你会觉得人声比较突出，那动态比较强烈。那同时，我觉得左右声道的这种乐器的细节也做得比去年的 Q700B 来讲，它的调音调得更好了。所以简单来讲，我觉得它的人声变得更清晰、更锐利，然后左右的那种立体感也变得更好。但是基本上，他们的硬体规格还是同一支Soundbar，只是说在于它的一些调音上面去做改变了。好，那这一集呢，一样会有一个，因为其实我们去年的 Q700B 没有给一个调整的参数，那今年的 Q700C 我们会给一个，就是怎么去调整它的过程以及调整参数。那这个调整参数会是搭配它的后环绕 9500S， 然后以及还有一些对于这支 Q700C Soundbar 的一些感想。好。那开始讲这些之前呢，大家记得要按赞、订阅、加分享一下哦。好，那不免俗还是要讲一下这支Soundbar它的外观啦。基本上它这支是做 3.1.2 的规格，那网络上可能就比较没有拆解的图片了。但是如果你从外观上来看的话，它跟 Q700B 的外观基本上是一模一样的。那颜色上就是跟 Q990C 一样，就是有变灰一点点，但是就你很多数的光源状况下，你看起来是基本上长一样。那你从它的上方的这个金属的网孔，你可以看到它的单体也是跟 Q990B 一样的那种大小天空声道的单体哦。好，那 3.1.2 基本上单体配置我觉得没有什么好讲，它就是左中右这个平面的3个声道，然后2个天空声道单体以及一个重低音的配置。那它的本体的长度110公分，然后高度6公分。深度的话是12公分，基本上，在Soundbar里面，入门Soundbar里面，这也算是不小的一个尺寸啦。那重低音的话，它就是一个祖传的 6.5 寸的这个重低音。这个重低音我记得已经从 Q700A 时代到 Q700B、Q700C 已经算是用了3代了。那同场要加印就是他们的后环绕 9500S 这一对后环绕，当然现在没有摆在萤幕里面，但是它也是从 Q700A 时代就一直存在的，就到目前为止都还没有去做更新哦。好，那我们讲完了它的一些这个外观，然后讲完了它的这个重低音之后，我们讲一下它的接孔。接孔基本上就是一个 HDMI in， 一个 HDMI out， 搭配有 EARC 的功能，然后还有一个光纤接孔，可以让你接一些音讯的旧电视的音讯的输出。那就这样子，其实算是一个蛮简单的配置啊，就是给那种它有 HDMI 输入，所以有一孔，所以你是旧电视的用户，基本上你还是有一个使用它的希望，因为你可以搭配一些叫 Apple TV 或 Chromecast 去得到一个这种杜比全景声的效果，因为大部分的旧电视是没有 EARC 功能的。好，所以这样看起来，其实这支的话，它的规格外观都讲完，也都跟去年一样嘛。那接着我们来讲一些它支援的音效规格。三星家的话，其实不管说他们旗舰系列、他们的入门系列，它的中阶系列，它都支援这个 Dolby Atmos， 就杜比家的全系列的规格，以及 DTS 阵营的全系列规格，它都支援，就最高都到 DTS X。所以就是这个都是大厂的优良传统，就是你该给的，就是它都不会少。那串流音乐的规格一样 ，AirPlay 2、Chromecast， 然后还有支援这个 Tidal Connect， 就是
以目前来讲，入门价位带的 Soundbar 也绝对算是齐全，然后蓝牙也有，所以你不管是其实如果你是用 Android 手机，或用 iPhone， 都是用 WiFi 去连接它，这样的音效是最好的啦。好，那讲完了之后呢，我觉得我们就很快的带大家来听一听今年 Q700C 它的一个音效的表现，我们就挑几首歌给大家听一下吧。我们一起抵达远方，世界尽头你在就够。想和你看5月的晚霞，6月日落，在一起许7月的流星，8月温柔，只愿把未来的浪漫一起你 all about you。自然为主，就表现得嗨 I'm always here for you。更扎得越深，梦的就越真，像扫破船一样，被浪拍回岸上。放慢脚步，把自己收回心上。I close my eyes， 你就会出现。I need your love， 留在我世界，一切是不是错觉？醒来你还在我身边。这样回到了原点。好，那我们听完了 Q700C 的音效之后，我来分享一下今年对于这支 Soundbar 它的一些听感分享哦。那非常有趣的是说，我在做这个 Q700B 与 Q700C 的比较的时候，我发现啦，就是你在用 AirPlay 播音乐 ，Q700C 它会比 Q700B 还来的大声，就不只是音色上的变化，而且同时我又发现说，当使用这个 AirPlay 以及这个 Tidal Connect 这两种协定去连接 Q700B 的时候，你也会得到完全不一样的这种音量的表现以及音色哦。所以你可以看到说，现代的很多的 Soundbar，就是明明 Q700C 跟 Q700B 它们的硬体规格都很像，甚至你基本上你就说一模一样，但是它经由这个不同的一个韧体的版本，它的声音可以做到完全不一样。这也代表说，其实现代的音响啊，他们很多这种分音器的设计都是数位的，所以数位代表什么事情？就是工程师他要调整音色来讲是非常的方便的。所以我有时候在想说，你看三星它的 Q700A、Q700B、Q700C， 其实它的也许它没有什么大改版，但是又或许原厂它在做一个音色的调整的实验，就是怎么样的音色大家会接受度比较高。我觉得这也是有可能在做的一个测试哦，因为不同的一个音色，各个地区他们的反应是怎么样，我觉得这也是。就是说，现在你要做出一个可以听的音响，我觉得不难啦。然后像三星他们这种大公司，就是又有钱，就是又有工厂，但是你要做出一个，我觉得这跟电视也很像，就你要做出一台电视，便宜的电视很简单，但你要做出一台很好看、颜色很好看，大家都觉得很好看，那就是我觉得这个就是精华跟精髓所在。就是音响你要弄出一个好听的音响，那也是不简单的。好。那接着我们就来讲一下说它的一些这款 Q700C 还有什么特别的功能。那基本上它有一个叫做无线的，可以跟他们家的三星今年款式的电视做一个无线的连接。就是说，如果今天你不想要用 HDMI 线去连接电视与音响，你可以用他们家的这个无线连接的功能，
然后同时呢，你的音效资源也不会打折扣，你一样可以享受这个最完整的杜比全景声，一样可以享受最完整的 DTS-X。那我觉得这个功能呢，就是给一些装潢上来讲，他希望简约，但是他的电视跟音响当初就有时候有些客人他就会没想到，然后就没有留一些管线。那这时候你选音响产品，就是男生我相信都没有差，就是多一条电线会怎么样？但是你知道这多一条电线，有时候对于你的女朋友、对于你的老婆来讲，这就是要了命的存在。所以这个功能呢，就是算是一个拯救你的家庭和谐、拯救你的视觉一个最好的解决的方案。那第二个在讲说，他们三星自家有一个魔幻音场的功能。那这个东西其实我在 Q990C 上面我不会去大家就是着述这个东西，但是在这个入门款的 Q700C 上面，我觉得一个魔幻音响它是非常重要的。因为呢，电视的这个功能就在讲说，我们一般的Soundbar接电视的时候，电视会静音。但是当你用三星的Soundbar，用三星的电视，你电视在播放电影的时候，可以用电视本身的喇叭去跟Soundbar本体去做一个融合搭配。这就像那个游戏王嘛，你就是一只七眼白龙、两只七眼白龙、三只七眼白龙，你就可以使用融合，然后变成一个救急七眼白龙。那个实际上的听感，我觉得它也非常的，就是原本的声音，你可能会觉得说它就只有左右。那像那种我拿那个西线无战事一开始的场景在播放，在做测试，就是你用 Q700C， 它的确就只有那种左右的感觉，它的天空声道也不是说天空声道，它的立体感是不明显的。但是你在用了这个魔幻音场之后，配的是75寸的 Q70B 哦，它整个那种声音的氛围感，然后整个音效的上下的那种感觉，我觉得就是它会声音音效会更有画面感，不是单纯你就觉得说它只是一条平面的Soundbar在发出声音哦。就我觉得那个提升的感觉是真的蛮大的。然后接着我们要来讲一下今年的参数的分享，以及我今年的测试环境。其实我今年 Q700C 的测试环境一样是做的非常的近，就我后环绕就放在我沙发的两侧，然后我跟电视的距离大概可能2米不到吧，看75寸的电视。当然以正常来讲，这样子看是有点大啦，但是我觉得你就想象成你电视是用65寸的，然后你是一个小家庭的配置，那我觉得这也可能比较符合说 Q700C 的用户他们大部分的一个使用状况。那一样我们设定的流程就是要透过他们家的三星自家这个 SmartThings 这个 APP 去做所有的调整。那测试流程开始之前，你要准备一个杜比的环绕的测试片。那你要准备一个，我建议你准备一个随身碟。那随身碟呢，可以接到你三星的或你任何品牌电视上面，然后你去做播放。那杜比的这个经典的 MX 测试片，它就是用鸟一开始环绕一圈的这个音效。那我有搭配 950S 的后环绕，就是我也建议大家说，如果你买 Q700C， 你还是要搭一下这个 950S 的后环绕啦，因为就是大家都既然买了环绕Soundbar，那就还是要有环绕的感觉嘛。那没有后环绕，我觉得很多时候它就是少了那一位，就是所以，因为坦白讲，你都已经花了一笔钱买音响了，有时候真的不差那个钱去买那个后环绕了。就是我讲真的，所以呢，今年的测试就是我们一样搭配 950S， 然后用这个 Max 去做测试。那一开始的话，先去做一个音量算是平衡的动作。那这边呢，我在测试的时候，首先我会把后环绕开到5。当然我也建议大家说，其实 950S 它的后环绕的音量跟存在感不是很强，所以你这个 Rare 你可以开到5或开到6，我都觉得没有意见。那接着呢，在这个天空声道的部分，我就建议大家后环绕 Rear Top 就直接开到满，开到6，因为它的我刚刚讲它的存在感比较没有那么强烈，所以把音量开大一点，我觉得那个是感受度是比较好。那 Front Top 就是前面的天空声道，我就觉得看状况，因为我听的时候，我觉得我前方天空声道开到4，它的音量跟后方的那种比较平均啊，所以那个听起来的时候那种下雨声啊是比较自然的。那当然，如果你距离你的前方的 Q700C 比较远，那你的这个 Front Top 我觉得是可以开到5或6都没有问题的，那就是看你实际的状况。那接着我们要调整一个我会用音乐去调整一个中置声道人声的大小。这边的话我会开到3，就是我觉得这样子的话，那种人声的讲话还是
当然 Q700C 它今年的人声版就是比较强烈了嘛，但是我觉得人声再给它加强一点，就是绝对是不嫌少。那调完这个之后，接着我们要进到它的一个 EQ 调整的部分。我忘记讲，就是在它的音效模式方面，其实我都建议大家去选 Adaptive 模式，这个就跟之前讲的 Q990C 的逻辑是一致的，就是我觉得 Adaptive 模式还是比较适用于大部分的场合，听音乐啊、看电影这样子。那 Adaptive 模式我们进到它 EQ 调整，还有高音跟低音。那这次的调整我们都不会先去动重低音的音量，因为 Q700C 它这边的高音跟低音是都会影响到它人声的。高音就是影响我们刚刚那个音量已经加过了嘛，就是中置人声去影响人声的突出感。那这边的高音就有点像去修饰它的一些齿音，它的一些讲话气音的那种锐利度。这边的话我是开到了正3，就当然如果你觉得比较不耐听的话，我觉得你可以开到正2，你可以开到正1都没有问题哦。那接着低音的部分呢，它会影响到一些那种真的是乐器，假如大提琴或者是那种包覆感，同时它会影响人声的厚度，就是所以这边其实我建议大家先听听看它的，就你把低音减少，把低音开大，你去听一下人声的表现是会有改变的。这我建议大家你的低音要开到，其实你要开到正4。那你开到正4了之后呢，我们再回去调整这个，它有一个所谓的重低音的音量。那今年的重低音的音量呢，我就会推荐大家开到正3，因为开到正4的话，我觉得整体的声音就会有一点比较混浊不清的啦。就是当然，我觉得其实比较可惜的是说它的3到4这中间没有其他的更细节的选项。我觉得也许 3.5、3.2、3点多会是一个亮感跟一个那种干净的程度比较均衡的点。但是简单来讲，我觉得重低音开到3，它在亮感上，然后整个那个清晰度算是一个临界点。好，那其实讲到这边呢，它的调整就结束了。那一样，它跟 Q990C 一样，在它最底下有3个模式的调整呢，就是人声加强、Bass 加强跟这个夜晚模式。那一样，我的一贯的逻辑就是说，我们一招先吃遍天。一个参数，如果它能够通用电影以及音乐，那我们就不要去做太多的调整。之后我们就只要轻松的享受音乐，然后多看几部电影，就不要再为了说怎么去调整它烦恼。就是我常遇到很多，就是以前卖音响的时候遇到很多客人，就天天在想说我的音响还哪里不对，我要再去加什么电材，我要再去换什么线材，然后再去怎么研究它的摆位。我就觉得说，这个东西就是你买下去，当下决定好，它就结束了，剩下的时间就是要去享受它了。如果你一直脑袋里面想着说你要怎么去调整它，每天你都上班也无法好好上班，你都在想着你要怎么回家去调整你的音响，那我就觉得这个就是有点走火入魔了，就是你不是在听音响，你是在被音响玩这样。好了，那这就是我觉得其实今年的三星的 Soundbar 它算是一个整个算是。你可以说它是在调整啦，可以再说一个测试，就是他们在做一个音色的调整。那我觉得这也是代表说，其实你看目前的入门的 Soundbar， 真的 Q700C 它没有什么好挑的了，2万出头的价位，那它有 WiFi、有蓝牙、有重低音。然后其实你当然特别讲说，有时候你做促销的时候，它会送一些赠品，有时候送什么那种小的蓝牙耳机，也是3、4千块的。那这样弄下来，其实你也不到2万块买到它。然后它再加一个后环绕 9500S， 就是2万多元。那当然，它的后环绕的设计就是你说它很后环绕很大声嘛，也不是。但是你在这个价位来讲，也的确，我敢说这个价位带 Sony 的话，同样的 S2000 型再加重低音再加后环绕，价格就是比较贵。那如果是飞利浦 TB8967 的话，它的后环绕又有一些。我觉得算是缺陷，就是它其实不是那么的真正的无线的后环绕，所以其实你看看，就目前入门市场还真的没有一个对手比较能够去抗衡的，所以这也是为什么 Q700C 它的调整也没有到很大。但我觉得没关系，也许在接下来的时间里面，各家厂牌又会继续推出更强大的产品，那我们也拭目以待，希望说三星能推出更好、更强大的对手去做对抗。那同时呢，我觉得今年其实三星的整个重点，也许不是在它的Soundbar，就是三星
如果大家有关注最近的消息的话，就是三星他们推出了一款全新的 QD OLED 电视，就是 S95C， 然后它的定价，如果大家有看到的话，我敢说就是三星它已经掀起了一个这个 OLED 电视的顶上战争了。那详细的细节是怎样？但是大家自然要关注我们的频道，之后我们就会针对这个全新今年2023年的三星电视去做一个算是分享以及开箱哦。那我是 Alan， 这次的节目就到这边。我们大家有任何想听的、想看，都会在我们 YouTube 底下留言。那我们就下次见喽，拜拜。